我出身勾栏，却给自己编了个长公主私生女的身份，只为了钓周家那个心狠手辣的首富。到底是谁？乖，查不到就别查了。我给自己编了个身世，京城长公主的私生女。当然，这样的话我不会自己说出口，我只需要让该看见的人看见该看见的东西。这木头竟是长安显贵才用得起的榆木。我的衣裳领口绣着兰花，花瓣上的针法雕钻是长公主府的绣娘才有的绝技。还有这宅子，姑娘，您看这3进的院子是不是太大了？您统共3个人，2进的宅子竟够了，何必花这冤枉钱？我家主子住哪儿，轮得到你指点？不敢不敢，小的就是怕姑娘多花银子。什么银子不银子？我家主子要是想住，便是金雀台也住的。阿蛮，下人无状，您别见怪。这宅子我瞧着敞亮，就它吧。姑娘不问问价？这是290两租金，剩下10两是我家主子请你喝茶的。敢问姑娘贵姓？小的好去你气。木，阿蛮，你跟他去一趟。是，阿蛮姑娘，请。小孙，快低头！这种贵人，咱们看一眼都是亵渎，咱们够不着，更摸不透。错不了，这种明明站在跟前，却像隔着万丈深渊的劲儿，简直一模一样。姑娘，宅子1年290两，剩下的银子撑不过半个月。你信不信？不出10日，自然有人送钱上门。信。阿大对我还是如此信任。姑娘这么说，自然有姑娘的道理。这宅子西厢阁楼正对着周家的正院，我不需要每日都站在阁楼上，只要隔3差5登高望远，能与周庭安有片刻视线交错。他会想我是谁，他会查。一辆愉悦规制的马车，一个衣服上有长公主府刺绣的姑娘，和一个出手阔绰却从不说自己是谁的姑娘。第4天了，该见人了。这貔貅倒是看着讨喜。姑娘好眼力，这貔貅可是汉代的物件。不瞒姑娘说，这是从洛阳那边收来的，听说是从前赵阁老家的私藏。赵阁老3朝元老死后家产超没，东西流落四方。这招虚实结合确实好用。姑娘笑什么？赵阁老的私藏我倒是见过几件，他收的好东西每一件都有他的私印，这是他的规矩。你这件印呢？就算不是赵阁老收藏，可这玉是实打实的汉代贵胄才用得起的。汉代貔貅线条简练，讲究的是神似。你这件雕得太细了，汉代的工匠刻不出这么细的眉眼。小哥，以后眼睛还是擦亮点，不然收了假货，掌柜可是要罚你的。主子，您是没听见，现在外面都传疯了。哦，怎么传的？满大街都在说洲际古玩店收了假货，结果被一个戴面纱的姑娘当场戳穿。那说书的讲的可玄乎了，说那姑娘只看了一眼就断定那貔貅是汉代的还是假的，说的那伙计脸都绿了，半句话都蹦不出来。现在全城都在猜，说咱家主子肯定是京城来的大家闺秀，自小见过真东西，家里头来头大的惊人呐。那件貔貅你怎么确定是假的？因为我见过真的。赵阁老家的魂不恋公子，喝醉了酒便喜欢寻乐子，
赏你的，脱一件。接着再脱，丢一个我便脱一件衣服。老东西，撒手！那是我孙子的救命钱，求求侯三爷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这是干什么呢？没人管管。这刘婆卖了1年糊涂，好不容易攒下1两银子给孙儿看病，全让侯三抢了。哎，就这么看着他抢？管！他姑父是县令，在这榆泉县，谁敢管他的闲事儿？站住！你谁啊？抢老人家的救命钱，你还有没有王法？凭你也配跟老子讲什么王法？我姑父可是榆泉的县令，在这榆泉，我侯三儿就是王法。放肆！你再敢上前半步，我兄弟手里的刀可没长眼。废物东西，愣着干什么？给老子上啊！打死这几个不知死活的！好汉饶命，英雄饶命！银子还了，还了！求您收了神通吧！婆婆，这是您的钱，拿好了。老婆子谢姑娘大恩，要是没这钱，我那小孙子就没命了。阿大，你把婆婆送回去，另给她3两银子看病用。谢谢姑娘。没想到榆泉的风气已经成了这样。那姑娘谁啊？在这榆泉感动侯三儿？不知道，没见过，但这通身的气派不少啊。出手就是几两银子送给穷婆子，眼都不眨，家里肯定有钱的要命。有钱有什么用？那可是县令的亲侄子，得罪了侯三儿，那县令能不给他穿小鞋？唉。主子，县令可是侯三儿的姑父，这穷山恶水的，他真的不会包庇他侄子，反过来找咱们麻烦吗？阿蛮，你想想，那县令现在知道些什么？知道有个出手阔断的姑娘，当众给了老婆子银子，临走还感叹榆泉风气坏了。还知道什么？还知道那姑娘姓穆，从长安来，身边跟着的丫鬟护卫没一个是普通人。一个人敢在大街上当众这么说，要么是蠢，要么是有底牌。你觉得一个带着这种护院出手几百两银票的外乡女子会是蠢人吗？所以县令现在肯定坐立不安，他摸不清主子的底细，根本不敢得罪，生怕踢到铁板。如此一来，为了平息咱们的怒火，他就只能大义灭亲，动他那个侄儿了。水烧好了，准备迎客吧。啊！主子，王县令的管家来了，正在门外候着。阿蛮，你替我去见管家，可知道该怎么说？姑娘放心，我知道轻重，您就瞧好吧。一个什么都要自己出面的主子，不值钱。接下来就等回话了。主子，都让您给猜中了。县令见您迟迟不出面，反而越发忌惮。这不，眼巴巴的送请帖来了，说要亲自设宴给您赔罪。可是主子，咱们现在银钱紧缺，买不起什么贵重玩意儿，不知道县令那儿能不能看上我们的礼物，万一显得寒酸了怎么办？礼物，我不早已经准备好了吗？穆姑娘肯赏光，下官真是惶恐啊！请看这位，
这位是咱们鱼泉的青年才俊周廷安周老板。这位是？在下姓穆。对对，这是从长安来的穆姑娘。穆姑娘，请上座。王大人不必客气，今日你是东道长，客随主便。周公子、陆公子、穆姑娘，咱们共同饮了此杯。来，穆姑娘在鱼泉住的可还习惯？比之长安的繁华，这偏远之地终究是寒碜了些。大人客气了，鱼泉依山傍水，别有一番清幽，倒是长安不曾见的。穆姑娘是从长安来的。周老板也喜欢长安。来鱼泉做什么？祖上曾在这里居住，故地重游，散散心。祖籍鱼泉，又姓穆。长安穆丞相祖籍不就是鱼泉吗？可没听说穆相有这么大的女儿啊。初次见面，听闻夫人喜欢兰花，这条帕子聊作消遣，大人别嫌寒酸。大人，这穆相府上的绣娘技艺倒是精湛，这兰花的走势，下官从未见过。非也，此物绝非幕府绣娘所出，这叫钻针，是长公主府里的绣娘才有的绝技。这技法全天下只为长公主一人绣花。长公主府的绝活怎会流落到穆相府上？这便是不传之秘了。当年长公主风流与穆相有过一段往事，听闻他们还有个女儿，一直养在别处不便认回。长公主府与穆府表面不来往，暗地里长公主却常送这些独有的物品过去照应。错不了，钻针，姓穆，祖籍鱼泉，对上了，全都对上了。这帕子实在是太珍贵了，下官如何当得起啊？一条帕子而已，尊夫人喜欢便是她的福气了，大人不必挂怀。错不了，这种泼天的气派，除了那位，谁能把长公主夫妇的御用绣品随手送人？穆姑娘，前些日子那逆之侯三儿有眼无珠冲撞了姑娘，下官得知后寝食难安，已经命人重重打了板子，现下正关在大牢里吃苦头。刘婆婆那边，下官也已经亲自命人送去了慰问银。至于姑娘府上的丫鬟和护园受的惊吓，下官已让管家备了些压惊之物送去，还望穆小姐大人大量，宽恕则个。大人言重了。穆姑娘，夜路难走，姑娘生的这般模样，万一被采花贼惦记上，岂不可惜？不如由周某送你一程。周老板的确很富有，只可惜商贾之家，马车上是绝不能有将文的。怎么，我说错了？大兴律法，酱色乃贵人所用。周老板银子再多，有些东西你这辈子也碰不得。都传穆姑娘菩萨心肠，连个路边的老妇都要救。可眼下看，姑娘这嘴未必是菩萨心。哦，周老板有何高见？姑娘，真的从长安来吗？你猜？即便隔着车厢，我也能感觉到周廷安那道灼热的目光。他陷进来了。字画2幅，苏州产的绸缎整整10匹。主子，王县令可真够大方的，足足给了2000两银子。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我们这些姑娘在长青楼那地方经手过多少好东西，摸过、戴过、穿过，可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不管怎么说，主子，这回是咱们自己的。主子，您说那位周老板还会来吗？当然。阿蛮姑娘，这是我们家周老板的一点心意，说是邻里之间该当走动走动。不知穆姑娘在长安时
府上是在哪条街上？家里可还有什么走得近的亲戚？这打听主子家事的规矩，周家是没教过你吗？心意收下了，吴管家请回吧。主子，那吴管家又来了，这回带的是这个，说是苏州来的新样，让姑娘瞧瞧喜不喜欢。美则美矣，可真正的云锦摸上去跟水一样，一点褶子都不留。这个还差着意思。我家主子说了，真正的云锦摸上去跟水一样，你这东西还差着意思。是，穆姑娘好眼力，是在下冒昧了啊！好。主子，周家的人又来了。这回吴管家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2个小厮，抬着2口大木箱子，瞧着沉甸甸的。让他们进来。穆姑娘，这是我们老爷给姑娘的见面礼。前2日是小的不会办事，拿那些俗物来污了姑娘的眼。这2箱东西，这些可是我们老爷亲自挑的，还望姑娘笑纳。人人都说周老板吝啬，未曾想也有这么大方的时候。穆姑娘说笑了，非是我们老爷吝啬，只是我们老爷知道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东西。吴管家，回去告诉你们老爷，好意我收下了。姑娘还有何吩咐？再告诉他，下个月有大人物要来，让他提前准备着。好，奴才这回去禀报。奴才替我家老爷谢过穆姑娘指点。对了，我们老爷说姑娘这里清冷了些，这些个都是调教好的粗使丫鬟，特意给姑娘配的，您尽管使唤。哼，不是知根知底的东西，也配进我们主子的身？都带走！这是老爷的一番苦心。是在下考虑不周，你们都跟我下去吧。穆姑娘，请。穆姑娘，请坐。这可都是金桥山庄最拿得出手的招牌。穆姑娘不赏个脸，吃几口？我不屑吃肉。穆姑娘真有意思，这世上周某只听过吃不上肉的，还没听过不爱吃肉的。正因为吃过肉，才觉得腻了。周老板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你拼命想挤进去的琼楼玉肚，是别人早就呆腻了的平常。好一个呆腻了的平常！穆姑娘还是这样牙尖嘴利。只是周某好奇，下月大人物要来的消息，这等要紧的事，你何苦让管家来告诉我？对你来说是关乎身家的大事，于我而言不过是随口一说的一句话。周老板若是连这点关角都参不透的话，那往后也不必来找我了。别走！怎么，舍不得？穆姑娘，你到底是什么人？周庭安，你查了我多少天？查来查去，查到了什么？查不到就别查了，等我想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你知不知道，从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现在有了。穆姑娘，你住我对门这些天，我夜里总睡不着。哦，我站在院子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你阁楼里的那盏灯。那盏灯总是亮到很晚。明天
我能去那阁楼里看一眼那盏灯吗？周庭安，我那盏灯可不是谁都有资格看的。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木姑娘，我会好好表现的。姑娘，我刚才瞧着那位周老板姿态放得极低，甚至都有些求着您的意思了。您对他是不是有些太冷淡了？万一真把这财神爷给气跑了？阿蛮，你知道周庭安这种人的毛病在哪儿吗？他太有钱了，在这鱼泉城里，他顺风顺水的太久了。只要他想要什么有什么，想扔什么就扔什么。这整座城的女人都恨不得巴巴的往他身上贴，那银子更是流水似的往他兜里淌。这些年，怕是没人敢给他一个正眼瞧的脸色。这种人骨子里最贱。你若是现在就给他一张笑脸，他只会觉得你和那些庸脂俗粉没什么两样。你信不信？只要你对他稍微温柔一点，他转头就会把你忘个精光。你今天对他温柔小意，他明天照样可以换个人对他温柔小意。在他的眼里，这鱼泉城的女人都一样，不过是自贬身价送上门的货色。可你要是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让他天天看着你的脸，听着你的声音，却偏偏让他够不着你，摸不透你，他就得日日夜夜想你是哪儿来的，想你到底想要什么，想你怎么就敢这么对他。他会因此生气吗？他这种人要的不是讨好，是征服。可你绝不能让他征服，你得让他觉得征服你穆文林这件事比登天还难。难道他这辈子在这鱼泉城横行这么多年都没干成过？等他习惯了这种难，等他每天睁眼闭眼满脑子都是你那张脸，等他再去看别的女人，只觉得索然无味，如同嚼蜡的时候，那时候他那一辈子没给过任何人的真心，就该主动往外掏了。主子，您可真会拿捏人心，我瞧那周老板刚才在酒楼被您勾的魂儿都要丢了。不是拿捏，是我太清楚烂人长什么样了。周庭安，这局棋你已经入场了。主子，周家来人了，说大人物到了，周老板请姑娘过府一叙。他请的是我，还是请那位大人物？说是都请了。周庭安啊，周庭安，你可真是沉不住气。我原本指望你提前打点，你倒好，转头就把我推出去当幌子，想让那位来认认我，好坐实我的身份，试探我。那就让你看看你想看的。更衣。苏晋期，当朝有名的贤臣，两袖清风，深受信重。果然是他。穆姑娘来了，快请进。穆姑娘，这位是当朝巡抚苏大人。苏大人，这位是从长安来的穆姑娘，祖籍曾在鱼泉。穆姑娘。苏大人，原想着苏大人在京城为官多年，与穆姑娘家里该有几分交情，如今看来倒是周穆想差了。京城虽大，也不是人人都认得。苏银清堂堂三品巡抚，封疆大员，这姓穆的女子见到他既不行礼，甚至以茶代酒，苏近清竟然毫无愠色，欣然而受。大人，穆姑娘，周某这就去后厨催酒菜，两位先聊。清源姑娘，
你怎么会在此？大人认错人了。你不必防着我，人走了，这里只有你我。苏大人，好久不见。长青楼被抄之后，你去了哪里？能去哪儿？那种地方，死的死，散的散。只有我在贵人的帮助下苟延残喘，如今不过是在这鱼泉讨一口饭吃。能让他从长青楼那种抄家灭节的大案里全虚全伪的摘出来，甚至不被冲入军纪，那位背后帮他的贵人，定然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你不必对我这般防备。方才周庭安在场，我没有拆穿你，你也该明白我的意思。苏某这一生向来与人为善，我始终坚信，朋友多一个总比多一个敌人强。苏大人还是这般会做人。你怎么知道我要来玉泉？是那位贵人提前给你透的底，还是你自己打听出来的？不是打听，那是凑。凑？那些当官的喝醉了，什么都往外说。今儿这个吐一句，明儿那个漏一嘴，零零碎碎的东西听多了，自然能凑出个大概。若是凑错了呢？等对了是运气，等错了，大不了换个地方接着过。你就不怕被人拆穿？这身份，万一有人存心去查？查什么？苏大人，外头那些无端的猜测，有哪一个是我亲口承认过的？苏大人，我在长青楼活了10几年，那地方什么人都见过，什么事儿都经过。哼，我能全虚全伪的从京城走出来，靠的就是没人想得到。老夫早就说过，不可小瞧女子。大人谬赞了。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不知道，在这乱世里走一步看一步呗。就没个计划？计划？可这世道，计划总归赶不上变化快。如今我也只能见招拆招。就像今天，我本来没打算这么快见你，是他周庭安自作主张把你请来的。他看着可不像个省油的灯。我知道。那你打算怎么办？唉，行了，我该走了。再做下去，那位周老板在外面该急坏了。清源，往后若遇着什么难处，能帮的我一定帮。这话我不是跟你客气，你记在心里。谢大人。穆姑娘，今日是周某唐突了。穆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周庭安，我让你把苏大人带到我面前来了吗？哼，我告诉你，下个月有大人物要来，是让你提前准备打点，好攀上苏大人这条线。你是怎么做的？你自作聪明，把我推到苏大人面前，当你试探身份的棋子。周庭安，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周家用来投石问路的石子吗？姑娘误会了，周某只是想确认，周某只是自作主张，只是不把我放在眼里，还是你觉得我告诉了你消息，我的人和命就该由着你摆布？以前我总觉得你虽然心狠手辣，倒也算个难得的聪明人，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该做，算我高看了你一眼。没想到你终究依然是个鼠目寸管之辈。庭安知错了。主子，周家来人了，送了1箱子绸缎，1箱子金狮首饰，还有一对成色极佳的玉如意。说什么？说是周老板给姑娘赔罪的，吴管家还在外头候着，没赶走。他说周老板交代了，姑娘要是不肯收下这些东西，他便跪死在外头，绝不起来。那就让他跪着吧。是。
主子，您刚才说的是真的？您事先真的不知道来的人就是苏大人？那您刚才在州府怎么就敢那么笃定的跟周廷安说下月定有大人物要来？万一那位大人物压根没来呢？万一来的不是苏大人，侍卫认不出您这身份的主，那咱们不就全露馅了？阿满，你在长青楼服侍我这么长时间，可曾听过一句话：戏子不上台，永远不知道台下坐的是谁。可这戏子若是上了10年的台，台下坐的是什么脾性、什么身份的人，他只需一打眼就能猜个8、9分。这世间的事儿，单靠打听是打听不全的，要靠凑。那些当官的喝醉了，泄露的一言半语，朝堂上的变动波及到地方的余震，零零碎碎的信息凑在一起，就能拼出个大概。虽然不是准信儿，但我心里已经有了3成把握。那您心里原本预想的有几个人选？3个。第一个，户部侍郎陈明，这人贪财好色，尤其喜欢勾栏里的调调，曾为了我当众跟思南伯的公子大打出手。他要是来了，我能避则避，若是实在避不了，就只能死不认账，绝不能在他面前露出一丝一毫的长青楼影子。只要我嘴硬到底，凭他那点胆子，或有一丝顾虑，不敢当众揭穿。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督察院监督御史王怀，这人又臭又硬，油盐不进。平生最恨的就是弄虚作假，幸来他不曾见过我。他要是来了，我就得把长公主府那条线收一收，绝口不提，把身份改成木相府上的远亲。如此，他纵有怀疑，也查不出实据。穆姑娘，第3个就是今天的苏近清，此人圆滑会做人，从不惹是生非，无论是清流还是阉党，都对他赞誉有加。他来了，我不用装，也不用演，只要往那儿一坐，他这般的人精自然知道这出戏该怎么接。主子，你真的太厉害了。长青楼的姑娘都要先从丫鬟做起。那时候我住在柴房边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阿蛮那时候也不叫阿蛮，叫香秀，她总往我这儿跑。这丫头毛手毛脚，一点不稳重，早晚得罪贵人。换个伶俐的伺候你，我就要她。长青楼里也有太多八面玲珑的人，我只想留一个真心待我的。主子，阿大刚才来说，吴管家在院里跪到天亮，刚才晕过去了。晕了？往常欺负街坊的时候，不是挺有力的吗？主子，阿大刚过来说，吴管家跪了一宿，刚才彻底晕死过去了。哼，晕了就扔出去，别脏了咱们门前的地。还有这个，周廷安亲自写的，说请姑娘过府一叙，他在府上备了酒席，要亲自给姑娘赔罪。告诉他我没空。主子，周廷安亲自来了。在哪儿？就在大门外站着呢。他说姑娘要是不见他，他今日就不走了，说是来道谢的。主子，他今日换了身素净的青布长衫，浑身上下没带那些扎眼的宝玉，看着倒像换了个人，有几分读书人的样子。风雨掠过了星河。穆姑娘，廷安特来请罪。周廷安，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人当枪使。廷安知错了。你不是知错，是知道自己棋差一当，在苏大人面前落了下风。不是的，我请苏大人来，只是想确认一件事。确认什么？确认你是不是我周天安能留得住的人。穆姑娘，我周廷安在这余泉活了30年，见过的女人如过江之死，
在我眼里，向来是女人如衣服。可姑娘一出现，就让庭安不自觉地着了迷，每晚闭上眼，满脑子都是那盏阁楼里的灯。穆姑娘，我知道这样说很唐突，可我等不及了，你可愿当庭安的妻子？正妻，既然提到了正妻，那说明周老板家里还有不少小妾、外室或者通房丫头。让我嫁过来当你的正妻，替你管家理事，替你应付那些你玩腻了的莺莺燕燕。最后，我是不是还得对你的这份抬举感恩戴德？庭安向你保证，姑娘一生都是正妻。自我之后，这州府之内绝没有任何人能越过你去。这处宅子我已经买下，今日便赠与姑娘。还有我名下的钱庄、布庄、古玩店和酒楼，全部划出10成的股权，全当是给姑娘的一份见面礼。2000两谢礼，再加上这些，确实令人很心动呢。不过，你也配。周庭安，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拿几个臭钱在这儿跪一跪，再说几句骗小姑娘的漂亮话，就能把我打发了？你今日跪在这里，口口声声说要留我，可我凭什么信你？凭你那张左右逢源的嘴，还是凭你那些在欢场里磨练出来的逢场作戏的本事？那姑娘要怎样才肯信我？今日是庭安唐突了。我叫穆文心，杵在这里干什么？还不滚！主子，您可真神了！刚才那不可一世的首富在您面前卑微的跟什么似的，您简直把他训成狗了。阿蛮，你当这种小人是狗？跪都跪了，命也舍了，还不算狗？狗至少还懂忠心，而他刚才所有的卑微和乞求，不过是伪装的一种，伪装兄友弟亲，伪装庶子无谋。他让所有人都觉得周家的庶子只是个安分守己的可怜人，翻不起浪，也成不了事。他一步一步的走，一日一日的等，等到他有了银子，有了人手，那些爱着他的人便一个接一个意外死去，落水的、失足的、突发疾病的，干干净净，谁都挑不出错。这不就是个杀人如麻的疯子？难道上面坐着的官老爷们就没人看得透他的蛇蝎心肠？看得透又如何？只要银子打点好了，上面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便都是心照不宣的体面人。之后半个月，周家每日都有东西送来，尽是些寻常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宝贝。主子，周老板说了，这些是谢我平盘常饮您的，他那人心可真细，确实大方。周庭安倒是霸道，我让退回的东西，他转手就塞给阿蛮和阿大，这算盘打得真是精。穆姑娘请用茶，这些是刚从南边运来的新药，您随便瞧。文君，穆姑娘，听闻姑娘来这儿选调子，我正巧在附近办事，便想着过来给姑娘长长眼。姑娘看中哪样了？周老板，您这里的料子也太一般了，一点都不及长安城里的鲜亮。别说我家主子了，就连我都没看上。鱼泉地方小，确实不及长安繁华。不过咱们这儿最好的染织师傅可都在周家染坊，姑娘若是有兴致，不知能否赏脸，亲自去指点指点。主子，要不咱们就去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求你了，主子。好吧。穆姑娘，西城这片临水，染坊选在此处最是便利。这染坊占地100亩，光是染缸就有3000口，
整个鱼泉乃至周围3县，市面上80%的料子都是从我这儿出去的。这些人残的残，傻的傻，都是外面没人要的废物。要不是我周家大发慈悲，赏他们一口热饭吃，这群人早就烂在阴沟里饿死了。也难为周老板，能费心把这些人都笼络到一处，死心塌地给你干苦力。我给他们活干，给他们地方住，还给一口热饭。姑娘看看，他们哪一个不是对我感恩戴德，恨不得把我当再生父母供着。这染缸里的青色是用了鹿兰还是木兰？是鹿兰，可你这火候不对，现在瞧着亮眼，染出来的布晾干后容易发灰。再加2把木兰，1斗石灰，浸泡的时候多压半个时辰，出来的颜色才够正。姑娘也懂染布？我们姑娘何止懂染布？周老板，您怕是不知道，在长安城里的那些大脂坊，哪个东家见了我们姑娘不是客客气气的？原以为姑娘只是出身高门，没成想竟是这般深藏不露。略懂些皮毛罢了，不过是些女儿家的玩意儿，登不得大雅之堂。这染坊开了有些年头了，在这鱼泉城虽算老大，可生意终究还是不上不下，困在了这方圆之地。不如这染坊以后就交给姑娘打理，全当是给姑娘解闷消遣的玩意儿。哦，周老板当真是大方，只是不知你是真的给我消遣，还是想接着我的路子，把周家的这些布匹卖到鱼泉之外去。当真是实事都瞒不过姑娘的眼睛。既如此，庭安也不跟姑娘兜圈子了。姑娘若肯屈尊指点，这染坊往后的进项，姑娘占60%。60%？周老板这算盘打得响，出手也确实豪气。别说60%，只要能博姑娘一笑，这染坊哪怕10成干股都给姑娘，周某也使得。关键是看姑娘想不想接了。染坊我接了，可我这儿有一条规矩，从今日起，这染坊里的人不许再打了。都听姑娘的。你一个姓穆的外姓女子，懂什么规矩？我在这染坊30年了，我要见庭安，见周庭安。老爷说了，姑娘的话就是天。用鱼泉帮地最厚实的料子做底，这料子虽结实，却显得笨重，官家女子怕是瞧不上。混上你们鱼泉特产的水蚕丝，针法要用长安的，绣的是咱们鱼泉的山水雾气，不图耀眼，要的是细看有景，远看有光，就叫它云绣。主子，染坊这半年的60%利，连带这头一批云绣，全都送给苏大人。阿大，银子这东西就像水，死死攥在手里，迟早会变臭，泼对地方它才能长出东西。用这60%利换苏近亲一个将来可能用得着的人情，这买卖不亏。江南绸缎上的引荐信已经到了。文音，你总是让我感到意外。不意外，你费尽心思来找我干什么？我知道，这回他陷得更深了。云秀的名声借着官眷圈子传开，价码水涨船高。树大兆丰，一匹被漕运卡住的江南丝线，在耽搁了2天后，终于在入夜时分送到了染坊门口。丝线收到了，刚入库，说是曹帮的副帮主亲自押送过来的，你费心了。那位曹帮副帮主，早年我帮过他一个大忙，这人情我一直压着舍不得用，但为了你，值得。这话半是表功，半是施压，他在暗示我，看，我为你付出了最宝贵的人情。文音，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区一个染坊的事，就想来找我讨赏。周老板，你这算盘珠子
未免打得响了些。文之到底想要什么？主动开口要来的东西不值钱，得是别人跪着送上门来的，才叫刻骨铭心。既然文勋这么有本事，我名下所有的产业5成干股全部归你，可好？周老板好大的手笔，只是这礼太重了，我怕接了手软。不重，文音，这天下只有你配得上。这些东西于我而言已是累赘。可我想给。你看那些平日里跟我打交道的，哪个不是俗人？我给他们塞银子送女人，他们便在那假模假式的对我笑，跟我称兄道弟。可背地里呢，他们还不是觉得我周庭安只是个钻营上去的暴发户，上不得台面。还有我周家那些亲戚，以前谁正眼看过我娘和我？如今瞧我发达了，一个个跟蚂蟥一样扒上来。只要我随手给点残羹似凳，他们就能对着我摇尾乞疗。我不过是觉得用这些残废傻子，还有这些没骨头的亲戚，比用那些正常人更便宜、更听话、更好掌控。这整个于泉城，在我眼里就是这么回事。我看得起谁，我谁都看不起。可你不一样，文音，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我给你送金子，你嫌沉；我给你送铺子，你嫌俗。你站在那儿，就好像这些人人争抢的东西，真的就只是满地尘土。我那些龌龊心思，那些算计人的肮脏手段，你其实一眼就全都看透了吧？可你看透了却没走。文氏，你让我觉得我自己都嫌弃的那些脏东西，到了你跟前，好像也没那么见不得光了。我烂在泥里长起来，这辈子见的都是蛆虫，只有你让我觉得我好像也能碰一碰天上的云彩。文山，我拿什么留住你？现在才说这些，不嫌晚吗？文金，这4人是跟了我多年的心腹，底屑干净，往后就留在你身边听差。你们给老子记清楚了，从今日起，这宅子里只有一个主子，听文熙姑娘的话，比听我的还想要。若是敢有一丁点慢待，奴才明白，定为穆姑娘马首是瞻。我收下了周庭安5成的产业干股，却并不急着插手经营。接下来的2个月，我只做3件事。第一件，清账。除了这些总账，我要的3年内与曹帮码头往来的所有流水都在这儿了。回姑娘一笔不少，全按您的吩咐重新清算了一遍。这10本我亲自收着，这哪是账本，这每一页都是周家那些脏钱的命门。有了他们，周庭安的5成身家才算真正落进我手里。各位看好了，今日我家主子来，不是请客吃饭，只是告知一声，往后周家这块产业的印信有一半在穆姑娘手里。事已造出，无需全部笼络，只需让他们明白，这天变了一半。从今往后，不论出身，只要能改良技法出新样，当场赏钱。姑娘，这是用梅花蕊试出的固色法，不知……好。不过半月，这口死水便彻底活了。江宁阁专供皇家，眼力最是毒辣。你竟能让他们下月3号亲自上门看货？江宁阁的少东家下月3号会到于泉，
周老板，好生准备吧，别让云秀砸在自家手里。江宁阁专供皇家，你竟也能搭上线？恰好有位故人，有些香火情罢了。文怡，有时候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那个从长安来的江郊的娇娇女？一个锦衣玉食的小郡主，怎么会知道曹帮那些粗鄙苍厉的脾性？又怎么能把车马行那帮滚刀肉的门道摸得那么清，甚至还能轻而易举搭上知云阁那种通天的线？可有时我又想，或许本就该如此。长公主那般风云人物养出来的女儿，定然是青出于蓝，比这世间的男儿还要强上100倍。周庭安，你若还想靠近我，那就收起你这些心思，别再试探。不重要了，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你，这一切就都不重要了。主子，签下了，这一单子足够咱们染坊忙活整整3年。我知道，时候到了。主子，苏大人的信。周老板，我想在城西码头边盘下那间最大的临水仓库。云秀往后都要走水路运往江宁，自家的仓库稳妥。好，这仓库位置确实妙，我明日就招人去谈。不，我自己去，你同我一起。他愿意带我一起去，这是终于要把我带进他的圈子里了吗？穆姑娘，这可是码头上地段最好的活仓库，若不是老朽急着变现回乡养老，便是再多出100两，我也是不卖的。房梁是好房梁，可临江面潮气重，这库底去年泡过水吧？若我今天不买，整个鱼泉除了周老板，没人接得下你这棘手。低于市价1成成交，画押。能为姑娘办事，是这仓库的造化。该收网了。快看，那是县衙的快捕，还有州府派来的钦差。听说了吗？曹帮私贩盐野，那是掉脑袋的罪，据说牵扯到了经历皇子们的夺嫡。大人，冤枉啊！这闭嘴！钦差大人钦查，周家2行以臣充心，囤积居奇，扰乱市意，带走，连夜突审。2件大事一日爆发，漕运的路子脏了，粮食的根基动了，2把精准的钳子毫无疑问地卡住了周庭安的命脉。漕运的路子脏了，粮食的根基动了，顺藤摸瓜，连县令也被牵连，坐着囚车回京伏法。没了保护伞，昔日那些收了银子便称兄道弟的朋友，此刻纷纷避而不见。不开，让我进去！阿大，退下。文义，2行的账，曹帮的事，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知道什么？只有你，这几个月只有你让账房彻查过所有的账目流水，除了你，我想不到第2个人有这个本事把火引到这儿来。还有仓库，你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逼我买仓库？有了自家的仓库，你就摆脱了曹帮的水路控制。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你布好的局，对不对？周庭安，我以前有没有告诉过你，看人看事都要看根底，根坏了，开出的花再艳也是烂的。周家的底底本就是漕运走私和粮行盘剥，周庭安，这样的根
你指望它能长出什么好花？我要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你的花，也不是你的叶，我要的是这整块地。穆文一，你算计我！算计，全都是算计！难道以往那些情谊全都是假的吗？真的如何？假的又如何？你给我的是利，我给你的是饵，这买卖很公平。利饵，穆文音，你管这叫公平？穆文音，你好狠的心！为了算计我，你甚至不惜亲自入局。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了，我的心，我的产业，我周庭安这辈子的命都交到你手里了。你给是因为你想给，因为你贪婪，因为你自负。你自负到以为凭这些金银财宝、几分假惺惺的情谊就能拴住我，让我成为你周庭安最名贵的玩物。周庭安，别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你我都清楚，你这种人，若是有朝一日发现我没了利用基地，或者我不再受你掌控，你会毫不犹豫地反咬一口，把我吞得连骨头都不剩。你到底是什么人？12年前，长安城长青楼那一夜，怎么，周大老板贵人多忘事，不记得了？你到底是谁？那一年，我刚坐稳周家的位子，我那个高高在上的嫡姐，被我亲手按进荷花缸溺死的时候，还瞪着眼想骂我。临死前，她还满眼怨恨，说我是条养不熟的毒蛇。我去长安谈成了这辈子最大的一笔生意，我得意，我狂妄，满楼那些花枝招展的货色，在我眼里都脏得令人发指。他太像了，和那个把我娘踩进泥里，把阿娘按进缸里溺死的嫡姐一模一样。他多少银子？哎呦，老板好眼力，这丫头可是我们楼里清清白白的厨，细皮嫩肉，教了好几年规矩呢。哼，300两，3000两，3000两，老子买了。看啊！你再拿那种眼神看我啊！我不是孽种，你听见没有？我不是下贱胚子，谁也别想再踩在我头上！如果不是我刻意提醒，那个女孩的眼睛，你应该早就想不起来了吧？是你！什么长公主之女，什么京城贵女，原来你不过就是个长青楼出来的下贱婊子！是啊，可如今你这个在鱼泉城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周大老板，不就是折在我这个下贱婊子手里了吗？我杀了你！留着这点怨恨，去大牢里慢慢回味吧。至于你剩下的那些商业板块，往后就由我来接手了。周庭安，跟我们走吧。夜风穿过，竟然带着一丝凉意，可我心里那点翻腾了12年的快意，却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寸寸蔓延开来。主子，你赢了。赢？阿大，你觉得什么是赢？把他弄倒，拿了他的家产，就是赢吗？这世道，今天你踩在别人头上，明天就可能被别人踩。这世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暂时还没倒下的那个。主子，您从12年前长青楼那一夜起，就在布这个局吗？好阿大，在你眼里，我真有这么神机妙算？哪有人能布12年的局？12年，足够死上好多回了。
这一切不过是巧合罢了。他恰好是那个撞到我手里来的仇人，而我恰好需要一块跳板往上爬。至于报仇，不过是顺手的事。生在长青楼，不是我的错；被人作践，也不是我的错。我一个挣扎求生的蝼蚁，难道还要为这些错背上一辈子的枷锁，苦大仇深的活着吗？就像走路踢开一块绊脚石，踢开了，路就平了，仅此而已。能跟着主子，是阿大的福气。若不是主子，我早跟那些被牵连的人一起流放宁古德了。那地方没几个人能活着回来。自己人说这些做什么？过去的事，好的坏的，往后都别再提了。阿大，你只需要记住，从今往后，你和阿蛮就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只要我穆文英还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你们。我会用我所有能耐护你们周全。以前我们是别人的物件，往后我要让你们堂堂正正的活。这于全城周家的字号是彻底绝迹喽。谁说不是嘛？现在这城里城外的买卖，谁不知道都姓了穆。又过了3年，于全城里早已没了周记的字号。昔日周家的产业，连同我后来拓展的商业，如今都归在青云站名下。这名字俗是俗了点儿，但做生意有时就要这点直白的野心和吉利。长公主私生女的名头我早就不用了，那个故事完成了它的使命，该收起来了。现在大家都只认穆老板。又是一年开春，苏近清奉旨南巡，途经于泉，特意差人给我递话，说要见见我的青云将。你这地方选得好，眼界开阔，气象不凡，比当年周家那处死气沉沉的老宅强出不止一筹啊！苏大人过奖了，不过是沾了地利的光，讨个开窗见江的好彩头罢了。说起来，当初那位助你逃出长安，在暗中为你打点一切的贵人，便是穆相吧？大人觉得是，那便是了。清源姑娘，不，穆老板，你确实很有造化，尤其是这双眼睛，看人看事的通透劲儿，着实很像那位他。苏大人，茶凉了就不好喝了。往事就如同这江上的雾气，看着真切，可风一吹也就散了。重要的是眼前的路和手里的茶。大人，您说是不是？是本官着相了，还是穆老板看得通透？请。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日后生意上若遇着什么难处，只要不违律法，不背道义，你可写信往京城。谢大人。到。主子，起风了，加件衣裳。苏近清刚才那番话，大概是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总该有点感慨，或者一点庆幸。哪怕是得了便宜卖娇的虚伪，他也大概是想看一点的。可我没有。长青楼里教我的第一课，就是别把自己当人，也别把别人当人。这世间万物都是物件，是筹码，是路。周庭安是路，苏晋兴是路，长安城那点可怜的人脉也是路。既然踩着他们走过来了，就别回头看，更别生出什么没用的情绪。我只要好好活着，稳稳立足，靠自己打拼守住底气，不算什么。世道本就凭实力立足，自强便无畏。至于虚名浮利，他人评价，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点缀。
我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靠自己的双手赢得一切，就很好。